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从我踏入这个家门起，婆婆就始终对我冷眼相待，总觉得我与她儿子并不般配，时常对我冷嘲热讽。在邻里眼中，她是和蔼和亲的老人，然而在家中却如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，要求所有人都对她俯首帖耳，稍有不顺心，她便会大发雷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就在上周三，仅仅因为我下班后没有及时向她问安，她便借题发挥，含沙射影的斥责：“你真是个倒霉星！我们唐家有了你，真是祖宗不幸。养尊处优的待你，却连个好脸色都不给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就跟你那没教养的丫头片子一样，都是吃白饭的。”那天，我刚从长达12个小时的夜班中解脱出来，疲惫与饥饿交织，实在没心思与他争辩，也就没能去刻意讨好他。我这一沉默，他更是火冒三丈，随手抓起桌上的烟灰缸就朝我扔来，烟灰缸重重地砸在我额上，鲜血立刻顺流而下。女儿被吓得放声大哭。看到这血腥一幕，婆婆毫无同情之心，反而出言不逊：“出点血死不了，擦擦药就好了。我儿子赚钱也不容易，你要是敢出去乱说，有你好看的。”这种闹剧每隔10天半月就要上演一次。起初我还会向唐军诉苦，但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妈年纪大了，唠叨几句就听着吧，你学着机灵点，别老惹妈不高兴。你看隔壁的秀芬，多学着点。”刚开始听见这些，我也会伤心难过，但听得多了，时间长了，我也慢慢习惯了。说字了，我的心早就被这对母子伤透了。但好在她现在快死了。确诊后的当天，家里的气氛很压抑。婆婆从医院回来，跟霜打的茄子一样慌了。她抹着眼泪，拉着唐军的手哭诉：“儿啊，你妈的命苦啊，累死累活的把你们几兄妹养大，老了，遭了罪了。儿啊，你可不能学那么没良心的，让你妈回来等死啊！”唐军心疼坏了，拉着他妈的手指天发誓：“妈，你放心，就算是卖房卖车砸锅卖铁，我都给你治。”婆婆感动极了，母子俩抱头痛哭。我抱着女儿在一旁冷眼看着，心道：苍天有眼，恶人终于遭报应了。不过心情不好的婆婆看到我旁观的样子，又开始心里不爽：“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？你婆子妈都得病了，你还在好好样的站着，我看你是存心惹我生气，你说是不是你咒的？儿啊，我不能看见这个催命鬼，一看见他呀，我的头就开始疼了。”婆婆边嚎边用手捶自己的脑袋，这是她的拿手好戏。每次她一这样，唐军就会立马出声训斥。这次也不意外，妈都说了，你还站在那干什么？还不快滚出去！唐军一边冲我和女儿咆哮，一边温言细语地安慰他妈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索性带着女儿出了门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唐军是个孝子，这毫无疑问。从前刚嫁过来那会，我也是支持他孝敬他妈的，毕竟他从小丧父，是婆婆一个人辛苦把他养大。但自从婆婆来了这个家，正式跟我们生活后，我便再没有这个想法。一想到婆婆在月子期间苛待我，故意让我用凉水洗衣服，不让我吃饱饭，百般刁难我，甚至还挑拨唐军打我后，我就知道了，婆婆不是妈，这个家也不是我的避风港。如果不是为了女儿有了完整的家，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。10年看婆，10年看媳，既然婆婆不愿意看见我，我正好乐得清静，就让她的好大儿同候她吧。知道婆婆生病后，
从外地工作的小姑子也赶了过来照顾婆婆。一同来的还有她的3个孩子，最大的才10岁。最是闹腾的时候，7、8个人一起挤在这个50多平的房子里，每天都乱糟糟的。特别是小姑子的几个孩子，每天在客厅跑来跑去。楼下的邻居已经找了好几次了，如果不是特殊时期，我真是一天都忍受不了了。但日子吵闹归吵闹，还是得过下去。医生说，婆婆的病现在只有3种方法可以治疗，分别是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和换肾。唐军想给婆婆换肾，但合适的肾源需要排队，婆婆年纪大了，等不了这么久，所以只能采用亲属间的肾移植。首当其冲的便是唐军和小姑子。当然，为了家庭的和睦，我也去了。但我心里明白，我自己只是走个过场，别说我的不合适，就算是合适的，我也不可能给婆婆换肾。我在网上查过相关的资料，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少一个肾有什么后遗症，但如果一个肾能活得好好的，人为什么会长2个肾呢？因为没存着这方面的心思，所以做完配型后，我也就没继续关注，把这件事抛到了一边，该上班上班，该做饭做饭。直到这天，唐军回来说，上次配型的结果出来了，只有我的合适。我懵了，按说配型这事都是亲生子女比较匹配，然后才是外人，怎么到了我婆婆这就反过来了呢？她的亲儿子闺女都不合适，反而是我这个儿媳妇的肾才能移植。我直觉这是有点不对劲。老公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和燕子都是妈亲生的，都不行，我一个外人怎么可能匹配呢？会不会是医生搞错了？我们再去医院问问吧。我的话刚说完，唐军就生气了，他板着脸，语气冷淡，难道你是不想跟我妈捐肾？李丽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怎么说我妈也是你婆婆，你难道忍心看着她去死？这个肾你捐也得捐，不捐也得捐，这个家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下个月10号就安排手术。唐军一句话就决定了我的命运。然而我并不想顺从，我的肾长在我的身体里边，除了我任何人都别想随意处置它。难道牛不喝水还能强按头？何况这事处处透露着蹊跷。我决定要去医院问个究竟，却没想到医生的话却给了我重重一击。他说，我早就跟老太太说过了，虽然检查结果显示你的也匹配，但远没有他的亲儿子和亲女儿的合适。可这老太太就是不听劝啊，你就是她的儿媳吧？医生抬起头看着我欲言又止，半晌后又说，病人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你们亲属尽早决定，还是要赶紧来医院治疗啊。拜别医生后，我脑子里只剩下那句婆婆执意要用我的肾，内心悲凉。原来他们是打的这个主意，知道捐肾对身体有损害，所以就把这事推到我身上。平时欺负我也就算了，在这生死关头还要算计我一把。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，却发现卧室的门没关，唐军、小姑子和婆婆正在屋里说话。儿啊，听说这捐肾对身体也是有损害的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和燕子给我捐啊？反正你媳妇的也合适，到时候就用她的肾。我就不信，我让她捐，她敢不捐？是啊哥，你劝劝嫂子呗，咱们俩都有正式工作。这捐肾先不说对身体有什么损害，就咱们公司这块都不知道能不能请这么长时间的假。更何况我听人说，这人啊，少了一颗肾以后，就算是废了，以后不能做体力活，也不能剧烈运动啥的，肯定是对身体有损伤的。反正嫂子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这些东西也不懂，
她那个超市的工作就是个临时的，也不怕耽误。婆婆随即附和道：是啊，君，燕子说的对，反正你媳妇就是个吃干饭的，啥也干不了。等她回来，你唬唬她，先让她把肾捐了再说。以后她要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，就让她滚出咱们家。妈做主给你娶一个新媳妇，反正你现在这个媳妇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她不敢不听我的。她要是不捐，我就跟她离婚。房间里的唐军咬咬牙，说出了这句话，而房间外的我却再也听不下去。我狠狠地推开卧室的大门，他们似乎没想到我在门外，看见我后都很吃惊，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。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心里有种自虐的快感，特别是唐军的脸上，羞愧和惊慌同时出现。李丽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都听见了。我没有说话，直直地盯着他的脸，看着他满脸羞红，看着他恼羞成怒。妈和燕子的话有什么不对的？李丽，你别闹了，等把妈的病治好，我就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去你妈的吧，谁他妈想跟你过日子？我终于把这句在心里酝酿已久的话说出口，看着屋内3个人不敢置信的样子，擦掉脸上的眼泪。唐军，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妈捐肾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说完后，我摔门而去。真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我一次又一次的忍让，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，反而让他们觉得我好拿捏，百般羞辱我，用我的肾，还想把我扫地出门。痴心妄想，被人欺负到这个地步了。如果我还能忍下去，那我也不算是个人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还跟他们废什么话呢？我也不是贱，非得受这窝气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改变自己，我不能再做之前那个被人欺负、软弱无能的李丽，我要做扭转路。李丽想清楚这点后，我决定跟他们撕破脸了。刚好到了下午，我从幼儿园接回女儿，带女儿去吃了肯德基，又顺道从菜市场买了2腰子，一直到天烘黑才回去。我进门的时候，客厅一个人都没有，厨房的灯是暗的。看到这个，我心里又一阵生气。果然，只要我不做饭，这一家子人就没有一个动手的。估计是听到开门的声音了。唐军从卧室出来，脸色铁青，能看出来他现在很想发火，却又不得不控制住了。他言语生硬，满是指责：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妈肚子都饿了。我冷冷一笑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谁饿了谁自己做饭啊？难道我出个远门，你们在家还要饿死啊？唐军愣了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我可能是在为白天的事情生气，不情愿地低头。李丽，我知道今天我们说的话也有点过分，可是妈和燕子都没有坏心，这个也是根据咱们家的情况来的。你想想，你一个月才4000多块，工作又不稳定，你给咱妈捐肾，即使以后身体有什么问题，也不会影响咱们的小家。我和燕子就不一样了，我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丽丽，你就答应吧，我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对的。看着唐军虚伪的样子，我把手里的塑料袋递了过去。他拿到手里一问：这是啥呀？腰子啊？你不是想要我的肾吗？给你了，你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说完后，我带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。这几天家里到处都是闹哄哄的，我自己带着女儿睡，小姑子和她的3个孩子在婆婆房间打地铺。至于唐军，他在客厅的沙发床上凑合。房子本来就小，现在人多，哪里都是乱的。以前每次下班回来都是我收拾，现在乱点就乱点吧，反正我自己的房间不乱就行了。听着房间外边
婆婆的暴怒和唐军小声劝诫婆婆的声音，我心里舒坦多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受他们的气，也有他们低头的时候。如果我早点自己立起来，是不是之前的那些委屈就不用受了呢？可是人生没有如果，现在能及时醒悟，已经算是莫大的荣幸了。原以为我发的这通脾气能过上几天清静日子，结果却是我奢望了。婆婆才第3天就忍不住了，也是生病的是她，需要捐肾的也是她，当家做主独断专行的还是她。她怎么肯低头？怎么肯向我这个儿媳妇俯首称臣？即使她想要我这个儿媳妇的肾，在她的世界里，我就该恭恭敬敬地递上去。大清早，她就开始在客厅里摔摔打打，嘴里嚷着我命苦啊！年轻的时候受老婆婆的气，老了受儿媳妇的气。她这个狠心的女人，要看着我去送死啊！君儿、燕子，你们去城北的棺材铺，赶紧去给我订个棺材。你们的妈就要被人活活的欺负死了！哎呦哎！婆婆又开始嚎叫了，躺在地上打滚。我知道这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想等着我自己受不了，主动给她道歉。不过这是不可能的，出门的路都被她挡严实了，我只好从她身上迈过去。这下好了，她更气了，从地上神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了起来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她的检查报告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生病的老人。你个烂心肠的女人，你不懂得孝敬老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哪有婆婆这么说自己的儿媳妇的？我都被气笑了。现在不得好死的是谁？你最好搞清楚。我的这句话彻底惹怒了婆婆，她大叫了一声，朝我扑了过来。出于本能，我挡了，谁知道婆婆怎么这么弱不禁风，就摔在了地上。小姑子听见声音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你敢打我吗？我给你拼了！说着就冲着我过来了。最终的结果很惨烈，小姑子和婆婆完败。虽然我也被挠得满脸花，但总好过小姑子。我可是朝她的隐私不对狠狠地打了几拳，没法过了。燕子，把你哥叫回来，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。唐军回来后，看见他妈和他妹妹的惨样，挥着沙包大的拳头就过来了。当然，拳头没打到我的身上，因为我把菜刀舞得虎虎生风。凭着这把菜刀，我占尽优势。唐军他们娘仨瑟瑟发抖，特别是老太太，气得都快抽过去了。离婚？我要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？那简直是太好了！我早就想脱离这滩泥潭了。早在前几天，我就在房间里把我和女儿的东西收拾好了，装了2个行李箱，随时可以走。只是女儿的抚养权，我还正在思考怎么能把女儿的抚养权拿在自己手中，就听见婆婆恶毒的声音，把你生的那个赔钱货也带走。婆婆真是个贴心的人，瞌睡送个枕头正好。看着唐军还有点疑虑的表情，我故意激他，唐军，你不会不舍得我吧？唐军还没说话，婆婆已经开口替他做了决定。君儿，跟他离了以后，妈再给你找个好的。就我儿子这样的条件，要什么样的没有？他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于是唐军答应了。第2天，我们就去了民政局，但因为需要1个月后拿证，所以目前只有回执单。去完民政局，我去饭店大吃了一顿，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和唐军是高中同学，那时候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虽然家境不好，但是很刻苦，一直名列前茅。高考后也顺利考上了省内的一家211大学。跟他不一样的是，我高考落榜了，家里人也不支持我复读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就去南方打工了，
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们重新联系上了，谈起了恋爱。那个时候，我每个月只给自己留500块钱，剩下的全都打给他。他也承诺毕业后就会跟我结婚，对我好一辈子。刚结婚那会，我们也是有过一段甜蜜时光的，只是后来婆婆来了，矛盾越来越多，唐军对我也越发看不上，开始拿学历说事。生了女儿后，这种情况更严重了。反正在那个家，我过得一点尊严都没有，不如离了。因为房子还没找到，所以我暂时还跟唐军住在一起。只不过我们现在算是彻底的陌生人了，基本上他们3个过他们的，我和女儿过自己的。有句话叫做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。没有了我在旁边转移矛盾，肾脏移植的事就落在了唐军和他妹妹身上。婆婆自然是主意小姑子给她捐肾的，毕竟唐军在她眼里那是男丁，是有传宗接代的重任在的。只是她刚一开口，小姑子就拒绝了。妈，不是我不给你捐这个肾，但是本来我们家建设的身体就不好，我要是给你捐这个肾，身体出了好歹，我们家可怎么过呀？我还有3个儿子要养活呢。妈，你也是的，非得让我哥跟嫂子离婚，现在没人同后你不说，肾也没人捐了。婆婆被这几句话气得嗓子呼噜呼噜的响，差点一口气上不来要抽过去。唐军见状，赶紧给他妈顺气：燕子，你别说了，看把咱妈气的。本来就是啊，哥，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。虽说咱们都是妈的孩子，可妈是怎么对你，又是怎么对我的，你心里也清楚。捐肾这事，说白了，你的责任比我大。妈可没给我买房买车，你既然花了妈的钱，妈的病你就得管。小姑子说着，从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，这里是1万块钱。哥，我们日子过得也不好，你看你这仨外甥压力也挺大的，我就不给你添乱了。说完扯着3个孩子走了。这下好了，婆婆被气得彻底晕了过去。唐军又手忙脚乱地把婆婆背起，开车去了医院。看了一出好戏的我，只觉得心里是十分畅快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不知道现在婆婆心里是何感想？被自己的亲女儿背叛的感觉心痛吗？众所周知，这种手术的费用会高达30到50万，这还只是前期的费用，后期维护同样需要不少钱。小姑子今天这么做，看这样也不可能出多少钱了，这就意味着唐军必须负担大部分的费用。不仅仅是这样，手术过后，不管是唐军还是婆婆，肯定是都需要有人照顾的。于是唐军又想找了我，丽丽，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我直接送他了一句不可能，随即带着女儿搬了出去。说起来，还是我工作的那个超市老板帮的忙。他知道我的情况后，不仅给我请了好几天假，还帮我找了房子。妹子，啥话都别说了，你那男人和婆婆真不是个东西，你就安心的在这边住着，我需要你到时候找我。对于老板的好心行为，我也是非常感谢。后来才知道，我这个老板也是离过婚的，原因是老公家暴，被逼得没办法了，自己带着儿子净身出户。但他有本事，离婚了以后他是肯干，从一个小小的售货员慢慢变成了超市的经理，最后还成立了自己的连锁店，非常励志的一段经历。听完以后，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力量，如果我早点醒悟，会不会也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？房子很好，里边的家具也很全，只需要买些生活物品就可以正常生活了。看着女儿稚嫩的小脸，我的心里闪过一丝心疼。她才4岁，就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也不知道
以后会不会恨我？妈妈，这个就是以后我住的房子吗？好漂亮呀！对呀，以后乐乐就要跟妈妈单独生活了，你怕不怕？女儿眨巴着大眼睛，小嘴红嘟嘟的。那以后爸爸和奶奶还会来吗？不会了，只有你和妈妈。那太好了，妈妈。我不喜欢爸爸和奶奶，他们总是骂妈妈，也骂乐乐。我们老师说了，好孩子不能说脏话，他们都不是好孩子。看着女儿喜笑颜开的样子，我才明白过去是犯了多大的错。以前我总害怕离婚会对女儿产生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一直忍让。没想到没有爱的家庭会让女儿一直生活的没有安全感。还好，现在我们及时止损了。离开那个家后，我不用再进行无休止的家务，也不用忙活其他的事情。每天除了工作就是送女儿上学，陪女儿。所以我给自己报了一个成人学历的网络学习班，也算是弥补一下这么多年来的遗憾吧。刚开始的时候听课我还很吃力，毕竟好多年没有碰过了。但时间长了，我也渐渐得心应手，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提升自己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一个进步吧。时间很快到了1个月后，到了我跟唐军约定的拿离婚证的时间了。于是这天一大早，我就来了唐军家里，也就是之前我们共同的家。我敲了很久，才有人开门，是唐军。一看，差点把我吓一跳。现在的他跟之前真是判若两人。之前的他高大威猛，脸色红润，虽说是带着一些书生气，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成熟可靠。可现在的话，整个人都萎了，缩着肩膀，脸都铸陷下去了。乍一看还以为是换了一个人呢。他开门后看见是我，似乎很惊喜。丽丽，你来了。嗨嗨，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。快进来吧。嗨嗨，因为用力，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片片红晕，看起来有些诡异。他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手术的后遗症？真够严重的。而且这屋子是真够乱的，到处是垃圾，还有种无法形容的味道，估计是有什么东西发霉了。不过这个目前跟我没什么关系了，我直接说明来意。今天有时间吗？去趟民政局吧，咱们把离婚证拿了。丽丽，我都已经成了这样了，你忍心再跟我离婚吗？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，以后我改可以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听着唐军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了，难道是想让我回来继续做保姆？我想都没想，立马拒绝。不可能，我奉劝你不要什么花花肠子，今天还是明天，我们直接民政局门口见。丽丽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难道你就不顾我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吗？唐军越说越过分，看来今天注定是白来一趟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跟他多说废话，你想清楚。唐军，如果你不同意也没事，我到时候直接起诉也是一样的，反正分居2年后，法院还是会判离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。说完，我起身走了，直接来了我们楼下的邻居家。我跟这家的媳妇关系很好，之前带娃的时候经常一起闲聊。我想打听打听，我走后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了？而且今天我过去的时候，唐军他妈也没在家，是还在医院，还是那个时候你走了吗？所以你不知道，唐军他妈现在还在医院呢，听说是你小姑子在照顾着呢。唐军他也是前几天刚出院，现在过得惨的哟。你不会又犯傻了吧？后悔离婚了吧？我敢相母撤一主，你否至继任没有？没有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唐军现在应该是后悔了，后悔跟我离婚，后悔给他母亲捐肾，但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他再后悔也没有用。
我是绝对不可能回头的。而且听邻居的那个意思，后续的治疗费用还需要很多。唐军已经打算卖房了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。想想之前唐军他妈最爱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这个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没有你的份，我让你住你就能住，我要是不让你住，你就得滚出去。现在他儿子的房子马上就要没有了，还是为了给他治病，不知道他还得瑟不得瑟了。现在想来，还好当初我坚持要在离婚证下来之前搬出去，不然现在还得跟他们扯皮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和女儿现在的生活很平静，我也在努力提升自己，希望能给女儿做一个好榜样。从邻居家出来，我直接去了超市，买了些菜和女儿爱吃的零食，心里盘算着晚上给女儿做顿好吃的。正当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走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唐军打来的。丽丽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唐军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，似乎还带着些许的无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等你想好了去民政局的时间再联系我。我不想给他太多纠缠的机会，直接说道：丽丽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是现在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妈的病情恶化了，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，我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，但是远远不够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唐军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和恳求。我冷笑了一声：唐军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为什么会离婚？你现在来找我借钱，你觉得我会借给你吗？丽丽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现在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求你了，就当我借你的，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还你。唐军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唐军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你母亲的病情我很同情，但是我不能借钱给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被唐军他们家拖累了，我要为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打算。几天后，我听说唐军的房子已经卖掉了，他们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小公寓里，而唐军的母亲也因为病情恶化而去世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回头，我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工作、学习、照顾女儿。时间在我的努力中悄悄流逝，转眼间女儿已经上小学了，而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成人学历证书，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在给女儿辅导作业，突然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一看，竟然是唐军。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丽丽，我可以进来坐坐吗？唐军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让他进来了。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相对无言。最后还是唐军打破了沉默。丽丽，我来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很不好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房子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但是我不后悔跟你离婚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应得的惩罚。唐军说着低下了头，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，但是我还是保持了冷静。唐军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希望再被过去的事情牵绊。我知道，丽丽，我这次来只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当初没有放弃女儿，她现在很幸福。唐军说着，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充满了感激。我微微一笑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会好好照顾她。唐军点了点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丽丽，
我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了，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也希望你能幸福。说完，他站了起来，准备离开。我送他到门口。唐军，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生活。他转过身来，看着我笑了笑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丽丽，我会的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，让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，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彼此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几年过去了，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而我也已经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这天晚上，我站在公司的楼顶上，看着繁星点点的夜空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这些年来，我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自己。我知道，只有不断的努力，才能让自己和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而现在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突然，手机响了，是女儿发来的信息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。我知道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我和女儿都会一直在一起，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地走下去。而唐军也已经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段回忆。或许他曾经带给我很多痛苦和伤害，但是现在我已经释然了。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经历，而这些经历也让我们更加成熟和坚强。所以我不恨他，也不怪他，只希望他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夜空中的星星闪烁着光芒，仿佛在为我加油打气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回到了办公室，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不断的前行，才能让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更加美好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头一胎生了女儿，婆婆阴阳怪气，回村抬不起头。那你就低着头，人家孩子7个月就会走了。村口老太50岁就死，你怎么不死？婆婆急着找我爸妈评理，笑死！我家全员恶人。我爸今年刚从牢里出来，我妈人称于是大姐大，我哥是职业讨债人。婆婆真不够他们玩的。生团团那天，我大出血，疼得死去活来。婆婆轻飘飘地来了一句：“生娃哪有不疼的？你怎么这么娇气？”我找了个产婆，马上就到了。周末收拾东西，准备去医院。他死活不让我们走，不就是生个孩子？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自己在家生的。他语重心长：“妈是过来人，还会骗你们吗？别把省钱说得这么好听。”我疼得站不稳了。这么不喜欢医院，下次心脏病犯了，就不送你去抢救了。婆婆一听不高兴了。我情况能跟你一样吗？心脏病可不是小事。我无语，生孩子是小事，这么小的事，您怎么不自己来？周末将东西急急忙忙放上车，我一上车，羊水就破了。刚刚还在动的孩子，突然不动了。我急忙催促周末快走，婆婆却直接拦在车前面，硬生生将车子逼停了。产婆都到了，你们现在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越想越气。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，婆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孩子的生命安全，而是请产婆的钱白花了。你自己请的产婆，你自己生吧。周末见我脸色苍白，急了：“妈，玲玲说孩子不动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”我的大孙子，婆婆不敢拦了，跟我们一起去了医院。路上一直唠唠叨叨地劝我，顺产的孩子聪明，你表姐家的孩子考上了清华，就是因为顺产，那是人家基因好，
你儿子没那基因。我一句话就让他闭了嘴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孩子脐带绕颈3周，立马安排剖腹产手术。婆婆一听，立马不乐意了。你们这些医生就知道赚钱，剖腹产得多花好几千，我们不剖，我们要顺产。医生说现在情况很凶险，孩子缺氧心跳已经慢了，再拖下去，大人小孩都有危险。周末二话不说签了剖腹产手术书，医生就是骗你们花钱的。婆婆抢过去，直接将签好的纸撕了。她还过来想把我从床上搀扶下来。这家医院太黑心了，咱们换一家。医生急了上前阻拦，婆婆却把她推开。医生苦苦相劝，现在换，孩子就保不住了。我疼得浑身颤抖，浑身无力。一想到腹中的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死亡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用力推开他。医生，现在就剖。我说完，护士急忙将我推进手术室。手术整整进行了2个小时，大出血，我迷迷糊糊的，整个人觉得好冷。全身换血后，终于脱离了危险。抢救费用高，刚刚预交的5000用完了。婆婆交钱的时候，脸黑得比锅底还难看。孩子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因为婆婆拉拉扯扯，缺氧严重，一出生就全身乌紫，怎么打都不哭。我急得不得了，医生马上进行给氧，清理口中的羊水。慢慢的，孩子的肤色开始变得红润，哇一声洪亮的啼哭，我眼泪直接下来了。医生说6斤，女孩，恭喜了。我将团团抱在怀里，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，第一次感觉到母亲的伟大。这么疼，我妈居然经历了2次，生下了我跟哥哥。反正我是不想再生了，这种事我一辈子只想经历一次。医生把我们推出手术室，婆婆一听是女孩，立马坐不住了，连医药费都不想交。我找人算过，我媳妇这胎是男孩，怎么可能是女娃？是不是你们医院调包了？医生无语了，我们是正规医院，不可能做出违法的事情的。我刚刚看见有个产妇跟我媳妇一起进去的，她家那个是男孩，肯定是你们搞混了。周末拦都拦不住。妈，你别说了，玲玲刚生产完，需要休息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指指点点，都在说我这个媳妇真倒霉，摊上这么不讲理的婆婆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要是不想要这个孙女，以后断绝来往就行了。说完，周末将我推进房间。婆婆跟医生吵了好一会，骂骂咧咧进了房间。我都说了，在家里生，你们就是不听。她盯着还在熟睡的团团，突然指着孩子，你们看，这孩子怎么是单眼皮？你们都是双眼皮，怎么可能生出单眼皮的孩子？双眼皮是显性基因，但孩子现在还小，慢慢长双眼皮就出来了。周末一脸慈爱地看着小家伙，根本不在乎孩子是不是双眼皮，时不时给团团盖盖被子，摸摸小手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刚刚跟你一起进产房的那个男娃，他是双眼皮，肯定是医生搞混了。婆婆像是找到了证据似的，又跑去跟医生吵了一架，还冲进那个男婴房间，硬要把孩子抱走。孩子父母气得报警，直到警察出面调解，他才消停了。他看着熟睡的宝宝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这回村头都抬不起来了。我心里不舒服，那你就低着头，孩子饿了，要吃母乳。护士将孩子抱过来，因为我是新手妈妈，她交代的比较详细，怎么喂养，注意孩子口鼻等等，早点哺乳，有利于奶水。我跟周末细心地听着，婆婆又坐不住了，直接上手要帮我挤。刚生娃，你这黄水要挤掉，孩子吃了会变笨，
护士赶紧阻止她，这是黄金母乳，营养价值比白色的母乳更高，里面的蛋白质高出3到5倍，而且还有免疫细胞，宝宝吃了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，少生病感冒。什么免疫细胞？我活这么大了，我什么不知道？你这么小的姑娘，会有我懂得多。婆婆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，我将团团抱在怀里，掀开衣服。你这么懂，还不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一身病？一看我给孩子母乳，婆婆气得拍大腿，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笨。我直接掀开她上衣，把挤奶器扔进去，积压的怒火瞬间爆发。这么喜欢挤，旁边有母婴室，你进去好好挤个够。我跟孩子因为他受了这么多罪，还不知道收敛。团团是命大，没出什么事，要是今天出什么事，我跟他没完。妈，玲玲刚生完，要休息，你消停点吧。周末看出我的疲惫，心疼地帮我调整枕头，小心翼翼地将吃饱的团团抱进小床。他也好几个晚上都没怎么睡了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还好周末是个明事理的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不然我早就将婆婆赶出去了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大家也都饿了。周末让她回家煮点粥，我一肚子气，看了眼不情不愿的婆婆，我自己点外卖，不用她煮。外卖不干净又贵，3个人都吃外卖，一天得多少钱啊？我回去烧饭，一提到钱，婆婆立马起身。周末温柔地劝着我，刚生产身体虚弱，吃外卖万一吃坏肚子就不好了，因为是剖腹产，我需要排气才能进食。周末扶着我沿着医院走廊走，其他比我先排气的产妇已经吃着香喷喷的饭菜了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好不容易排气了，左等右等，一直等到晚上8点，婆婆才姗姗来迟。红烧肉、猪蹄、鸡汤全是大荤大油的东西，我一看就火了。护士不是说过，刚生产完不能吃油荤太重的东西吗？我的粥呢？粥有什么营养？吃粥有奶吗？猪蹄是发奶的，你多吃点。婆婆说着，舀了一勺厚厚的油浇在米饭上。我们那个时候想吃都没这个条件，你别不识好歹，吃吧。她挑衅似的将碗重重地放在我床头柜上，今天可把你能的多花了好几千块，我特意烧点好的给你好好补补。我伸手一挥，将饭打到地上。儿子，你看看你媳妇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烧饭送饭两头跑容易吗？她还有脸发脾气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婆婆拍着大腿，扯着大嗓门嚷嚷着，恨不得楼层的人都来替她主持公道。我真是受够了，没法过，让你儿子跟我离，房子是我娘家盖的，今晚你就给我搬出去。婆婆争强好胜了一辈子，公公到死都在忍让她，可我不惯着她。我来周家又不是来受委屈的。周末眼见气氛剑拔弩张，立马站起来，媳妇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出去给你买，哪有你这样做媳妇的，就知道使唤我儿子。看着周末离开的背影，婆婆更气了。我冷哼，是啊，妈做媳妇的时候好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跟您学。婆婆正得意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我是在内涵她当年没少使唤公公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有你这么个媳妇！婆婆气得竟掏出电话想跟我妈告状，指责她没教好我这个女儿，笑死！我家全员恶人，我爸刚出狱，我妈是于氏大姐大，年轻时听说干过不少惊天地的大事。我哥是职业讨债人，手段狠辣。电话接通，婆婆开始诉苦：亲家母啊，你养的好女儿啊！我看着婆婆添油加醋、煽风点火的模样，默哀地摇了摇头。
原本我不想婆婆因为娘家背景对我小心翼翼，一直隐瞒家里的情况，只说爸妈在外地做生意。现在倒是真是期待娘家人来了以后，到底能擦出什么火花。这个月子坐在家里，天天有好戏看了。出院当天，我妈跟我爸来了。亲家母啊，瞧瞧，来就来吧，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？真不好意思。一看到我妈大包小带的，我婆婆笑嘻嘻地伸手去接猪脑。我婆婆愣了下，看着我妈递给她的猪脑，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我跟周末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妈还是头一次上门，按理说应该带一些名贵点东西，这玩意大补，我特意给亲家你带的，吃哪补呢？你不是说总头疼吗？玲玲呢？我妈扫视了一眼客厅，直接将东西拎进我房间。婆婆尴尬地拎着猪脑子，爸妈。一看到我爸妈，我下意识坐起来，别动，你刚生完孩子，躺着就行。我妈将枕头搁在我后面，爸妈看了看团团，笑着说：“这孩子跟我小时候真像，以后养养双眼皮就出来了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。爸妈，这不像你的做事风格呀。”我深深看了他们一眼，我还以为你们一来就要跟我婆婆干一架呢。小时候，隔壁小子不小心把我衣服弄破了，我妈直接把他裤子脱了，丢进鱼池里，吓得那小子现在看见我妈，还下意识捂裤子。村口的老太冤枉我偷桃子，我爸直接一把火将他桃林给烧了，还带人把他卖水果的摊子砸了，逼得人家给我赔礼道歉，直到我原谅才可以。我妈神秘地笑了笑，吵架打架都是小儿科，你这婆婆得好好收拾。来的时候我就跟你爸商量好了，布个大局，你好好看热闹就行。我爸抱着孩子，花臂魁梧的身子跟襁褓中的孩子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。他轻声细语地哄着团团，外公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的宝贝孙女的。行，我等着瞧了。亲家呀！我妈朝厨房里的婆婆喊。另外一袋是野生鱼，这些是玲玲爱吃的。一直听亲家你念叨我女儿不会烧饭，想必你手艺肯定好。平时我生意忙，一直没机会品尝，现在终于能尝尝亲家母的手艺了。我妈笑嘻嘻地看着婆婆，眼底却是化不开的阴沉，浑身散发着不容拒绝的气场。婆婆只能笑着应付着。30几度的天，婆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烧着饭，我跟我爸妈在空调房里哄着娃，享其人之福。周末出去给孩子买几件衣服，回来立马帮孩子换尿布。经过这几天的锻炼，她现在已经手法很纯熟了。婆婆烧好饭，我妈将饭菜端到我房间后，我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亲家母，你烧菜真好吃。一听我妈夸她，婆婆立马笑道：“都是家常便饭，你们不嫌弃就好。以后我们就有口福了，天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，你说是吧，老头子？”我妈看了一眼我爸，天天，亲家母，你们今天不回去了？婆婆抓住了话中的重点，我妈点了点头。这些年我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情，对女儿疏于教育。这些天听了亲家母的话，我也想通了，钱是挣不完的，但孩子一定要调教好。于世上的事情，我请了人在打理。我决定跟老头子住下，好好管教管教玲玲。说完，我妈一脸无辜地看着傻眼的婆婆。亲家母，我可是按照你说的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仅仅是第一步。婆婆为难，我爸阴沉着脸，我就说人家不欢迎我们吧，你还非要来。婆婆吓了一跳，强颜欢笑，怎么会？你们是大忙人，来我家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我妈皮笑肉不笑。那就好，那我们晚上住哪？婆婆看了眼沙发，正想说家里只有2个房间，一个房间是她的，一个房间是我跟周末的，他们只能在沙发上凑合了。我妈帮我把扣子解开，你看你吃得满头大汗，我帮你擦擦。一看到我爸胸口青龙白虎的纹身，婆婆愣得忘记说话了。我妈很体贴地说道：我都无所谓，但我家老头子刚从牢里出来，睡不惯软沙发，我看那个房间床挺硬的，我们晚上就睡那吧。我妈指着婆婆的房间。牢里，婆婆下意识站了起来。玲玲不是说亲家在外面做生意的吗？我妈云淡风轻，是的，后来不小心杀了人，判了几年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没告诉你了。我妈特意把最后2句话说得比较重，因为我生产时大出血，我妈着急打电话过来，婆婆就是这2句，杀人还不是大事。我被我妈那轻飘飘的语气逗笑了。杀人啊！婆婆看着我爸身上的纹身，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地变得僵硬。我妈轻声安慰她：亲家母你不用担心，他现在已经被改造好了，只要不惹怒他，一般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。正在拆骨头上肉的我爸一不小心捏断了筷子，婆婆吓得立马递过去一双，这火头嫩了点。婆婆小心翼翼道：下次我多烧点时间。我妈抽出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，淡淡地看着婆婆：亲家，你看我们晚上睡哪里呢？原来是客，你们睡我那间，我晚上睡沙发，凑合凑合就行。沙发睡着也舒服，我经常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就在沙发睡了。我婆婆一改刚刚坚定的语气，脸上满是假笑。我就知道您这个亲家，我们没白结。我妈亲切地拉着她的手，短短一上午就把我那个做精婆婆治得服服帖帖。难怪人家都说我妈是笑面虎，称霸于世几十年，她有的是手段。80、90年代混乱的时候，有不少小混混都不敢招惹她，她亲自过来，肯定不止捧杀这么简单。但我婆婆固执了大半辈子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被治理好了？没几天的功夫，我婆婆又开始作妖了。孩子满月那天，我们在酒店办了满月宴，来了几个同学，其中就有我当时的初恋。大家好聚好散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这是周末也知道，他们还处成了好哥们。但我婆婆不知道从哪听说的，愣是觉得我们余情未了。玲玲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这孩子是不是你跟那个张龙的？我在上厕所，婆婆上前堵住我，一句话把我说懵了。他是单眼皮，团团也是单眼皮，是不是你背着我儿子在外面偷人了？婆婆说的有鼻子有脸，要不是主角是我自己，我真怀疑里面有什么隐情了。妈，自打团团出事，你就怎么看她怎么不顺眼？难道就因为她是女孩？我不悦地看着她，你自己也是女人，怎么也重男轻女？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们家周末小时候黑得很，你这娃我越看越像那个张龙。婆婆一口咬定我跟张龙有一腿。刚刚吃饭的时候，你看他对你多殷勤，红包都给的比别人多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婆婆越说越激动，居然还拉着周末，吵着要去做亲子鉴定。周末无语了，妈，你别瞎说，我相信玲玲，你别提亲子鉴定的事了，这么多人在，万一被别人听见了，多不好啊！我冷道，没事，让他闹，反正丢的也是他周家的脸。婆婆指着我，气得脸色通红，你看看他就是默认了。你爸去世剩下的那8万块钱，你可要拿回来，不能搁在他手里。又是那8万块钱，公公出事故赔偿了10几万，
还了家里的外债后，公公临走前亲口交代把钱留给未出世的孙子。婆婆不乐意了，总惦记着要拿回去。周末哄着我：“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你也知道我妈的性子，她不是有意的，不是有意的，都可以说出这种话。那要是有意的话，岂不是更难听了？”我一句话就让周末为难了。老婆，别叫我老婆，我马上就要成老张家媳妇了。我不高兴地看了婆婆一眼，抽出纸巾擦了擦手，丢进垃圾桶。嫁给周末之前，我就听街坊邻居的人说过，他妈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吵了一个遍，谁要是当了他家媳妇，肯定没好日子过。当初我还信誓旦旦地想要一较高下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吃饱了闲着，就不该在一起过，早点分家算了，省得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办完满月宴回来的路上，团团突然就吐了，我跟周末吓了一跳，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滚烫滚烫的。我拿体温计量了一下，40度。第一次当妈，我慌了手脚，看着孩子哭，大脑完全一片空白。好好的怎么会发烧？是不是去酒店的路上吹感冒了？我赶紧起来收拾东西去医院。周末想了想，可能是酒店空调温度有点低了吧。别急，孩子有个小病很正常。我妈哄着孩子，安慰我，去医院看看，吃个药就好了。我们动静有点大，吵醒了婆婆，她睡眼朦胧的过来了。这都几点了？团团发烧了，我们要去医院。婆婆愣了下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，喝点红糖水就好了，去什么医院啊？周末小时候咳嗽发烧，一喝红糖水就好了。这么小的孩子去医院吃那些药，将来要变傻子。我心急如焚，他还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我火一下子就起来了。正好柜子上摆着他的心脏病药，我拿起往垃圾桶一扔。红糖水这么管用，以后你也别吃药了，喝你的红糖水。因为张龙的事，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。现在孩子生病，高烧40度，他居然一点都不放在心上。婆婆不高兴了，一边从垃圾桶里捡药，一边向我妈诉苦：“亲家母，你看看你女儿。”我说一句，她要说10句。我妈冷冷地看着她，想要耳根子清净。那我让玲玲跟我回那边住吧，省得惹亲家你不高兴。我妈一副为她着想的模样。婆婆正准备反驳，一看我爸阴沉着脸看她，被吓得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她知道，要是回了娘家，以我的性子，多半是磨破了嘴皮子都请不回来了。急急忙忙去医院挂了急症，医生有些生气地看着我们：“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怎么能给他喂肉汤？”肉汤！我跟周末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。我们没给他喝过什么，这么小的孩子，除了母乳跟奶粉以外，什么都不喝，不能吃。他的肠胃很娇嫩，油荤更不能吃了。医生语重心长地说了很多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办满月宴的时候，婆婆说要给孩子开个荤，舀了一勺鸡汤，准备喂团团。我当时还跟她讲了，人家都是百日开荤，哪有满月开荤的？就算是百日开荤，那也只是意思一下，根本不能给孩子吃那些东西。当时她一脸不高兴地嘀咕了一句：“年轻人事情真多。”我们乡下的习俗就是满月开荤，什么百天我都没听说过。团团好不容易烧退下来，在医院观察了1天，医生说没事了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看着熟睡的团团，眼角还有泪水，既心疼又愤怒。我一回家，马上打开冰箱，里面果然放着从酒店打包回来的鸡汤。妈，你是不是给孩子开荤了？婆婆有些心虚，但死不承认。我没有啊，你不是说要等100天吗？
你还狡辩？医生都说了，孩子是因为吃了肉汤导致肠胃不适发的高烧。我猛地把装着鸡汤的碗砸了，婆婆吓得尖声尖叫。亲家母，你看看，我不就是给孩子喂了一口鸡汤吗？又不是毒药。你看看你教的好女儿，居然敢这么对我，不就是一口鸡汤？我妈眼神冰冷。我婆婆当年要是跟你一样蠢，应该活不过40岁。婆婆被我妈那个眼神看得有些发怵。这孩子是不是我们老周家的？还两说呢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周末见情况不对，立马拉着婆婆去客厅冷静。我妈看我被气得胸口直起伏，立马给我倒了一杯水。我要不是看周末是个明事理，妈立马就让你跟我回家。你别生气，这种人早晚会自食恶果。最后4个字，我妈说的饶有深意。妈，我才不走，这房子是咱家的，要走也是他们走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周家一穷二白，连个婚房都没有，这房子还是我妈花钱盖的。自从那天吵过以后，婆婆就说自己手痛风发作了，衣服也不洗了，饭也不烧了。正好我也不想吃她烧的饭菜，我妈每天变着法的给我烧各种好吃的。不做家务活以后，我发现婆婆最近变了，变得爱打扮，各式各样的裙子也多了。我去卫生间，发现洗面奶也被她用了。以前她可是从来都不碰这些玩意的。我抱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听村口的老太说，婆婆最近迷上了交谊舞，参加了什么老年人舞团，天天跑去跳舞，真是少有。她以前可是最瞧不起那些跳舞的老太太，说她们是吃饱了饭没事做，有这精力不如多去地里除草挖红薯。婆婆天天早出晚归，我把这事跟我妈讲了，她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，笑着拍了拍孩子。你婆婆可一点不闲，她忙着呢。妈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看着我妈，以我妈的性子，婆婆这么闹，她怎么可能无动于衷？我妈冷冷地笑了笑，老周家马上就要有喜事了，交谊舞没跳几天，婆婆就开始问我要钱了，一张口就是5000。我们在市里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交月供，所以钱都是紧巴巴的，没钱。我拍了拍孩子，我儿子的钱每个月都给你，你怎么可能没钱？婆婆一听不高兴了，你该不会是偷偷把钱给那个张龙了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要钱？孙女都不带，天天在外面鬼混，还想让我倒贴钱给你出去玩，自己生的自己带。我们那个年代，谁能给我帮把手？婆婆态度强硬地质问我。记住你这句话。我妈啪的一声将门关上，没过多久，讨债的人便上门了，一群人凶神恶煞的，一脚就把门给踹坏了。老太婆，欠债还钱！你什么躲？婆婆吓得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大兄弟，我不是说了晚点吗？你再通融几天，几天就好了。为首的黑衣男猛地一棍子就把客厅的茶几给打碎了。少说废话，本金加利息8万，你今天要是不给，我就废了你这只手。男人将她的手狠狠地踩在地上，婆婆疼得龇牙咧嘴，不停求饶：玲玲，你快救救妈呀！婆婆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，这些人要把你妈打死。我淡定地抱着孩子从屋里走出来，看着那个男人熟悉的身影，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平时你不是厉害得很吗？现在怎么不狂了？我看着狼狈不堪的婆婆，就知道窝里横。妈错了，你快把钱给人家，以后妈当牛做马给伺候你，以后妈再也不为难你了。我从男人口中得知，原来婆婆迷上了交谊舞，是因为里面有个万人迷老头，听说家里很有钱，最近在搞投资房地产。婆婆虽然老了，
还有嫁入豪门的梦想。她闷声干大事，为了跟老头后面赚钱，亲戚们她全都吵翻了，谁也不借她钱，她只能去社会上借钱。这不是典型的杀猪盘吗？婆婆一看我还是无动于衷，爆出猛料：我肚子里有孩子了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看我一尸两命吗？孩子，婆婆生周末早，所以43就当奶奶了，长得不错，稍微打扮打扮，看起来也是个风韵犹存的美人。这个年纪生娃的大有人在，顶多算个大龄产妇。但我突然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，属实有点消化不过来。这些够吗？我从柜子里拿出钱递给黑衣人，他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婆婆不放心，心有余悸。你看看，他真的走了吗？我目送他下去。男人摘下帽子、口罩，赫然是我哥。他在走廊上抬头朝我勾唇一笑。我爸嘴里叼着烟，正数着钱，然后我爸给我打了一笔钱，正好是那8万。我笑了笑，不动声色地摁灭手机。我就说，我爸妈怎么可能会任由婆婆作妖？原来一步步都算计好了。你哪来的钱？你不是说还房贷吗？我婆婆一脸不满地看着我，难不成你偷偷藏了私房钱？这个老太婆真是，我刚刚好歹救了她，不然依我哥的性子，再晚几步，他估计真的要缺胳膊少腿了。这是公公出意外以后剩下的赔偿金，你不是一直问我要吗？现在全交出去了，以后别再找我要了。我一句话就让婆婆跌坐在地。婆婆处心积虑地想从我这里拿走，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婆婆拍着大腿，作孽呀，还不如放在你那里，小心点，别动了胎气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微微隆起的小腹。几个月了，我那个新公公人呢？婆婆这时才想起来，立马给那个男人打电话。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，那个男人的电话关机，怎么也打不通了。婆婆气得躺在床上好几天不肯吃饭，成为有钱人家的太太梦飞了。而且她找大师算过，她肚子里的这个是龙胎，是周家的福气，绝对不能打，打了会影响周家的气运。周末被他妈这迷信的话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。我看着心情颇好的我妈，那个大师不会就是李阿姨吧？我妈鱼摊旁边就有个装神弄鬼的闺蜜，人人都说她准得很。婆婆多半是长途跋涉，特意去问的。我妈笑了笑，不答反问：团团是不是要吃奶了？婆婆毕竟年纪大了，妊娠反应很重。我妈在厨房帮我炖鸡汤的时候，婆婆猛地冲进厕所里，抱着马桶吐个不停。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，淡定地开口：妈，待会多喝点鸡汤，对孩子好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因为闻不了荤腥味，被婆婆指着脑袋说我做，还说什么她怀孕的时候哪有这待遇，我就是富贵病。现在这待遇，我可得给她补上。妈，这可是农村里自己家稻谷养的鸡，不是吃饲料的，你多喝点。我盛了满满一大碗，放在婆婆面前。下一秒，她又抱着马桶开始吐了。拿走，你快拿走！她含糊不清地喊着。我闻不了那个味道，你这样可不行，什么都不吃，营养怎么跟得上了？我体贴地看向我妈，晚上烧点红烧肉吧，给我婆妈好好补补。一听红烧肉，婆婆又冲进厕所。就这样一直吐到6个月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她坐在沙发上几分钟就能睡着。我拍了拍婆婆肩膀，妈，你得多动动，老这么睡，以后孩子怎么生得出来？我给团团买了2包尿不湿，你去快递那帮我拿一下吧。我怀孕的时候是睡，她总是念叨，她那个年代怀孕的时候还天天挑粪下地干活，我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。
她还非要我帮她摘菜。婆婆打了个哈欠，待会就去，团团等着用呢。看着婆婆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，我漫不经心地拍了拍熟睡的孩子，拿起婆婆的手机，搜索关键词产婆，果然找到了当初她找来给我接生的那位王产婆。听说因为大家都去医院生娃，她生意惨淡，已经准备洗手不干了。我得照顾照顾她生意。婆婆距离预产期只有3天时，在家洗澡的时候突然见红了，我要生了。玲玲，周末什么时候回来？婆婆压抑着痛苦，捂着阵阵发疼的肚子，躺坐在沙发上呻吟。玲玲，你快把周末喊回来，让她送我去医院。我直接一个电话把产婆喊过来。妈，王阿姨来了，她可是接生圣手，你让她帮你看看。一看到产婆，婆婆有些慌了。这不行吧？现在都去医院生了，万一我生的时候跟你一样大出血怎么办？经历过我生产时的生死大劫，婆婆小心谨慎的多了。王阿姨拿出过来人的姿态安慰道：老周媳妇，我手艺很好的，你就放心好了。我们那一辈人哪个不是在家生的？你相信我，我要去医院。王阿姨舌灿莲花，把口水都说尽了。婆婆还是不放心在家里生，哭喊着一定去医院，疼得浑身都湿透了，头发全粘在脸上，狼狈不堪，整个人好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。晚上8点，婆婆在医院顺产了一个女婴，看着桌上热乎乎的粥，婆婆眼泪一下就下来了，哭着拉着我的手，忏悔道：玲玲，都是妈不好，妈之前不应该那么对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你原谅妈好不好？以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好好生活。我冷冷地抽出手，妈，这话说的不对，是跟你小姑子好好生活。婆婆脸上笑容僵硬，我毫不留情地戳穿她，自己生的自己的带，我跟周末可帮不上你什么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婆婆毕竟年纪大了，她这是把算盘打到了我跟周末身上，但我们可没有替她养孩子的打算。后来听说婆婆带着小姑子去找那个失踪已久的公公，结果被人家原配当小三当街教训了一顿。她灰头土脸，在众人指指点点中嚎啕大哭。新房子交房了，因为刚装修有甲醇，我就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。来找我爸喝酒的其中一个叔叔，跟我那个刚出世的小姑子长得真像。见我看着他出神，我爸喝了一口酒，冷不丁开口：像吧？我也觉得像，怎么会这么像呢？说完，他神秘地笑了笑，像是什么都说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